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苗教主。今天我们讲解情侣谋杀案，这是一个离奇的案件。女孩叫乌里扬娜·瓦尔采娃，16岁。2012年12月17日，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，这条动态看起来像是一个男孩先死了，随后一个女孩也死在他的附近。这条动态发布的10天以后，图片里的情景竟然真的发生了。不但死亡的顺序一模一样，而且图片的配文是要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间。这句话正是他们出事的原因。女孩的男友叫维塔利·季姆钦科，21岁，他向小5岁的女友求婚，乌里扬娜答应了他。两人准备在女孩高中毕业以后结婚。乌里扬娜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，愿意资助两人一笔钱创业。不过，男友维塔利的家庭条件非常一般，他需要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赚钱，攒两个人结婚的费用。他们生活在俄罗斯的布拉斯克，这里距离贝加尔湖400多公里。这座城市自然资源十分丰富，有大量的伐木工生活在附近的森林里。维塔利的工作就是在森林中接送这些伐木工人。2012年12月29日，维塔利·季姆钦科准备送3名伐木工人出城。当天的路线是从布拉斯克的右岸区出发，先抵达45公里外的克日梅村送第一位伐木工人，再赶往15公里以外的马米尔村送剩下的2名伐木工人，然后返回城市，全程120公里。因为此时临近新年，所以车费给的比平时多。维塔利很想赚这笔钱，但这次行程非常偏僻，道路又被大雪覆盖，可能不会按时返回城市。而他已经在餐厅里订好了位子，晚上与未婚妻一起庆祝新年。于是体贴的未婚妻乌里扬娜决定与维塔利一起去森林里跑这单生意。维塔利开着自己白色拉达车，副驾驶坐着未婚妻乌里扬娜，后面载着3名伐木工人进入了林区。当晚两人没有从森林里出来，也没有出现在订好位子的餐厅里。两人的手机突然关机，家人和朋友无法联系到他们。此时森林里的气温降到-47摄氏度，还下着雪。维塔利和乌里扬娜就在这冰天雪地里失踪了。第二天12月30日，在马米尔村17公里以外的地方，有人发现了一辆白色拉达牌轿车停在路边，车里没有人。经过警方确认，这正是维塔利和乌里扬娜失踪前开的轿车，车里没有搏斗的痕迹，也不像是抢劫。有一部手机不见了，在车门上发现了陌生人的指纹，后备箱里有维塔利的血迹，却没有乌里扬娜的血迹。警方猜测，维塔利可能已经遇害了，而乌里扬娜则被凶手绑架了。那么，凶手是谁呢？经过1天的搜索，在12月31日，人们找到了维塔利的尸体。距离白色拉达车14米远的森林里，藏在木材堆下面，被雪覆盖。经过法医检测，维塔利死于枪伤，凶手从后面开枪，子弹击穿了他的胸部。当晚的气温是-47摄氏度，所以警方判断没有人可以步行离开现场，所以凶手一定是开车的。但是由于下雪已经掩盖了路面，不能分辨现场有几辆车，都是什么车。不过，警方在案发地点附近找到了一条狩猎小径，这是为了方便雪地摩托在森林里穿行，本地猎人自己铺设的。这种路只有猎人会走，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条路通往哪儿。而警方在猎人小径上发现了可疑的足迹，有人徒步穿越了这里。不过足迹被雪掩盖了，无法判断是谁留下的。于是警方找来了当地的猎人和守夜人，他们说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。警方又对他们进行了测谎实验，实验表明他们并没有撒谎。新年的前夜，一对情侣被杀，这激怒了布拉斯克的市民。他们召集了大量的志愿者前往马米尔村寻找失踪的乌里扬娜。马米尔村的村民为志愿者准备了食物和可以取暖的地方，但是志愿者并不领情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片森林里人烟稀少，凶手一定是来自马米尔村。他们猜测村里有位男性村民看到了美丽的乌里扬娜，动了邪念，于是杀死了他的未婚夫，掳走了乌里扬娜，藏在某个地下室里。马米尔村只有300名村民，凶手是谁，村民一定知道。但是村民替凶手隐瞒了这件事，于是志愿者闯进了马米尔村，挨家挨户的搜查，这激起了志愿者与村民们之间的矛盾，爆发了冲突。激动的志愿者最后点燃了一户村民的房子，虽然志愿者是为了恢复正义来到这里，但是行为有些过分。在马米尔村的搜索也宣告失败，没有找到乌里扬娜。这个女孩是死是活，暂时成了一个谜。
此时有村民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，在出事当天，他看见白色拉达车开出了村子，而另一位村民则在村外的道路上看到了白色拉达车停在路边，维塔利从车上下来，检查车辆的后备箱。两位村民口供一致，说明维塔利安全地离开了村子，凶手不在村子里。此时，维塔利的朋友也向警方提供了线索，他们在12月29日傍晚看到了维塔利白色拉达停在布拉斯克右岸区。那么这些线索串联起来，得到了一个新的结论：维塔利可能在返回城市后遇害，尸体又被带回到森林里抛弃，未婚妻则被绑架到其他地方。为了验证这条结论，警方需要判断维塔利出事的具体位置。他们先在加油站找到了维塔利加油的监控视频，估算他油箱里的油量，再抽干剩余的汽油，反推维塔利离开马米尔村行驶了多远。经过警方的一番操作，测算出维塔利的车并没有离开布拉斯克北面的森林，也就是说，他没有返回城市，确定是在森林里遇害的。而这片森林里活跃着一伙土匪，他们常常截停并袭击卡车司机，然后在卡车司机的后面开枪，打穿胸部和头部，中弹位置与维塔利一致。当天，维塔利与乌里扬娜很可能在返程的路上遭遇了土匪，土匪杀死了维塔利，带走了乌里扬娜。这个判断马上被土匪知道，他们特意通过被捕的成员向警方传达了一个消息，否认他们参与了谋杀和绑架情侣的案件。那么案件发生了6个月，凶手一直没有被找到，这对情侣在森林里遭遇了什么，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团。而乌里扬娜究竟是死是活，警方也给不出答案。此时，乌里扬娜的母亲只好向本地的通灵者求助。俄罗斯的通灵者按照能力细分为很多类别，其中有一种通灵者被称为千里眼，他们可以看到受害者的情况。其中一位通灵者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他看见一片森林里有一个木质的房子，乌里扬娜被关在里面，附近有火车经过，车上装满了木材。警方有义务验证收集到的任何信息，尽管这个线索可能是虚假的。但是听起来，通灵者所描述的地方类似于马米尔村周围的环境。乌里扬娜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，所以警方假设她会向其他人发出性暗示，所以她被绑架到某个地方成为了奴隶，或者被以非法的方式提供性交易。警方按照她还活着，对附近可能的地点进行了搜索。这时候，有位市民声称自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电话里的人说自己就是乌里扬娜，她被囚禁在伊尔库斯克位于贝加尔斯卡亚街的某个房子里，被强迫接客。伊尔库斯克坐落于贝加尔湖岸边，距离布拉斯克500公里。接到市民报警以后，警方很快赶到了这里，检查了所有可能关押女性的房子，询问了一些从事非法行业的女性，她们都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孩。搜索行动再一次落空。本案于2013年6月宣布暂停调查。到了2013年8月份，一位进山采蘑菇的人在马米尔村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一具女性骸骨，在他的体内发现了铅弹，子弹是从背后射入胸腔的。经过 DNA 比对，这具骸骨正是失踪了半年的乌里扬娜·马尔采娃。虽然尸体被找到了，但是警方并不能确认她到底是在哪儿遇害的，也没有发现任何指向凶手的线索。本案的调查再次被暂停，直到1年以后，维塔利车上丢失的那部手机突然开始运行，被警方监测到了信号。警方根据信号的位置抓捕了一伙倒卖电子产品的黑市商人。这部手机是他们在马米尔村一位猎人那里买来的，这位猎人又是从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·谢迪赫那里拿来的。于是警方抓捕了亚历山大·谢迪赫，并搜到了一把锯断枪管的散弹枪。经过检测，这把枪正是杀死维塔利和乌里扬娜的凶器，它将揭开那天情侣遇害的谜团。亚历山大·谢迪赫23岁，村民们称他为灰色的影子。他没有朋友，不与异性交往，平时躲在家里，只有在黄昏后才能在村子附近的道路上见到他。据他的交代，他在网络上认识了漂亮的乌里扬娜，他给乌里扬娜发私信，乌里扬娜礼貌地回复他，并向他表达了好感，还鼓励了他。于是他把乌里扬娜当作自己的女朋友，虽然他从来没有牵过她的手，甚至没有见过面。2013年12月29日，乌里扬娜路过马米尔村，亚历山大通过社交平台知道了这件事，于是他在村口等到了这对情侣的车，
并坐上了车与乌里扬娜打招呼。乌里扬娜在车里与男友非常的亲密，这激怒了亚历山大，于是他开枪打死了两人。这是亚历山大第一次的口供，里面疑点重重。首先，乌里扬娜向亚历山大表达好感这件事很难让人相信。其次，警方检查了乌里扬娜的社交账号，好友里没有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在证据面前承认了他撒了谎，他之所以说乌里扬娜与他早就认识，完全是幻想出来的。那么当晚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呢？那天亚历山大与父亲大吵了一架，愤怒之下的亚历山大决定用杀个人来发泄一下情绪。于是他带上了自己的枪，走出了村子。正好维塔利和乌里扬娜也从村子里出来，他们看到了走在路上的亚历山大。当时临近新年，天气又很寒冷，好心的维塔利停下了车，问亚历山大要不要搭车。亚历山大说自己要去附近的一个定居点，于是维塔利答应送他过去。路上，亚历山大骗维塔利停车检查轮胎，维塔利相信了，他下了车。亚历山大也跟着下了车，在身后开枪打死了维塔利。车上的乌里扬娜听到了枪声，下车跑进森林。亚历山大也追进了森林，从乌里扬娜的身后开枪打死了他，然后用树枝将乌里扬娜藏了起来。他返回车上，将维塔利装进后备箱，然后将车开往相反的方向，大概20公里以外，将维塔利藏在了木材堆下面。他认为至少在新年的假期里不会被发现。之后，他徒步返回了马米尔村。回想一下，警方之所以认为凶手是开车作案的，那是因为不相信有人可以在零下47度走17公里。但是亚历山大的父亲是一名猎人，并且送给亚历山大一辆雪地摩托，所以亚历山大对附近猎人小径非常熟悉。他只用了一半的路程就穿过了森林，返回了马米尔村。法医对亚历山大进行了心理检查，发现他心智清醒，杀人前考虑周密，并不是一名疯子。他只是单纯的为了杀人而杀人，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人。如果他没有拿走那部手机，警方依然抓不到他，他以后还会再杀人。最后，法院判处亚历山大19年监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那晚乌里扬娜没有在车上，亚历山大没有幻想乌里扬娜是自己的女友，那么他还会杀人吗？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照片墙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谢谢再见。